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婶子，安生哥在边关阵亡了。夫君，嫂嫂！陆安平，大夫，快去请大夫！造孽呀！清河，娘的意思是让我娶大嫂为平妻。只是娘的意思吗？你知道的，大哥留下了2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3岁，大嫂肚子里还有一个。清河，大嫂孤儿寡母，我总不能不管。我知道他想说大嫂以后的日子肯定不易，但他躲闪的眼神却出卖了他的心虚。我忽然觉得挺没意思的。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大哥和他与大嫂3人青梅竹马，大哥和他都心意大嫂君妇容，只是大嫂倾心的是大哥，所以他娶我只是无奈之举。大哥在时，他尚能克制，只是会时常望着大嫂院子的方向发呆，看我和看大嫂的眼神也截然不同。只有在看大嫂时眼里才有光，但是成亲这些年来，他待我也不差，该有的体贴也会有，会在我生病时照顾我。也会主动抢着帮我干活，让我想怨却怨不起来，只能自己堵在心里。在乡下，平妻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平妻，2妻一样大。我和大嫂各住一院，安平需要2头跑，孩子都算他的嫡子。他没和我商量，便同意了婆母的提议。这责任2字，不过是他蓄谋已久的借口。说起孩子，我想起成亲6年，为求一子尝尽了苦楚，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清河，你别哭啊！陆安平，给我一封休书吧。休妻，绝不可能！清河，我知道婆母的安排，让你受委屈了，可只能这样，我没法一个人把3个孩子拉扯大。你不做平妻，我和安平也会帮你把孩子带大。孩子需要爹，清河，我不能拒绝孩子们。清河，你往好了想，这事对你也是有好处的。你没有孩子，我的孩子以后也是你的孩子。清河，这事没有转圜的可能。我想你也知道，陆安平他喜欢我，过去有你大哥，我会与他避先。如今大哥没了，我和孩子们都需要他，我不会再避着他。你应明白，你留不住他的心，只要我愿意，他的心只会扑在我那里，那时你就连见他一面都难了。你的处境只会比让我做平妻更加难看。你走！大伯离世前1天，郎中告诉我，我有喜了。我本想第一时间告诉陆安平，可他那时满心满满都是昏倒的大嫂，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可不管怎样，孩子都是无辜的，为了这个孩子，我也要撑下去。清河在忙呢。哎呦，清河，你的手可真巧，看看这小衣服做得多好看，这种针线走法，孩子穿了肯定舒服，你用心了。我的孩子，我当然要用心，无论男孩女孩，无论他爹待不待见，我都会当成宝。清河，难为你了，我还真以为你像安平说的，心里不愿意呢。可看看，他以为你在生气，你却在为你大嫂肚里的孩子做衣服呢。你这是把你大嫂的孩子当做自己孩子了。清河，只要对孩子真心，孩子肯定会认你，跟你亲，养你老的。娘，若我就是生气，就是不答应让大嫂做夫君的平妻，你会怎样？你这孩子净说胡话，你连他孩子的衣服都做得这么用心，怎么会阻止他做平妻呢？娘，我是说，若我就是不答应呢？
你是我儿媳妇，我是你婆母，按理说我该心疼你，但比起儿媳妇，我更要成全我自己的儿子。我想你早就知道，安平娶芙蓉不仅是为了照顾孩子，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既然你过去能装傻，以后真傻又何妨？这个家里只要我活着，就没你说话的份。小宝，娘会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娘只要你，陆家这满屋子的自私丑陋，咱们不要了。去哪儿？今儿15。哦，又是去西山庙里求子。这一习惯我坚持了6年，只求能给他生个孩子。如今看来，真是讽刺。需要我也陪你去吗？不用。清河，西山在左，我走的是右边。陆安平，你从未真正把心思放在我身上，连我走错了路都不知道。怎么转回来了？刚才明明走的是这边。山里野兽多，万一真遇到，我死了没关系，可孩子还没见过天日。菩萨保佑，让我遇见一间小屋，哪怕是茅草屋也行。是狼！孩子，对不起，是娘没有。二嫂，还行。二嫂，喝点水。没伤到骨头，回头我找点草药给你敷上。二嫂，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深山里了？家里出什么事了？看着他的脸，我忽然想起刚嫁过来时，他才12岁，是家里最不受宠的那个。安行，试试这鞋合不合脚？哭啥？大小伙子可不能随便哭，不就是一双鞋吗？以后二嫂都给你做。一晃，你都长成大小伙子了，都能一个人进山待这么多天。这次进山打猎已经8天了，要不是路过这儿，我还不知道二嫂遭了这大的难。家里人人都当我是理所当然，唯独你还记着我当年的几双鞋。二嫂对安行的好，安行一辈子都记得。他不再是那个无助的孩子，而是在我最危难时唯一向我伸出援手的人。大哥战死沙场，抚恤金刚到家，娘就和安平一起要我点头，让大嫂让君芙蓉给他做平妻。我不同意，他们就逼我说我小心眼儿，容不下孤儿寡母。我实在没办法了，才想离开那个家。他会怎么想？他会帮我吗？还是会觉得这是家丑，劝我回去？跟我来。安行，歇会儿吧。你背着我走了1个多时辰了，我太重了。不累，山里露水重，你脚上又有伤，不能再受凉了。安平总嫌我木讷不讨喜，这陆家也容不下我，你为什么还要救我？在这个家里，只有你把我当成人看，我的命本就是给你留着的。抓稳了，翻过前面那个山崖就到了，那儿谁也找不着你。这深山里竟有这般避世的地方。
这是我在山里的木屋，以后你就住这儿。那你呢？你生下孩子之前，我也住这儿，方便照顾你。你怎么知道我怀孕了？这件事我连陆安平都没来得及说，他怎么会知道？前几天下山买盐时，我遇到了王郎中。林家老三，大喜事儿啊！恭喜你要做亲叔叔了。大嫂家的老大都5岁了，老二也3岁了，郎中怎么现在才来恭喜我？刚才路上你犯了2次恶心，还总是不自觉地摸肚子，我这才反应过来，是你怀孕了。我又不傻。我的丈夫对我腹中的亲骨肉视若无睹，而这个只受过我几双鞋子恩惠的小叔子，却将我的一切都默默记在心里。二嫂，你住里屋，暖和也清静，我就在外屋打个地铺。安行，谢谢你。应该的。6年婚姻，陆安品从未为我烧过一次热水，而这个只受过我几件旧衣恩惠的男人，却把我从地狱里拉了出来，给了我一方安稳。这里没有婆母的道德绑架，没有夫君的偏心眼，没有大嫂的咄咄逼人，只有安静的山峰和一个真心护着我的人。我的孩子，娘亲向你发誓，绝不会再让你在委屈里长大。嫂嫂，喝点粥，我放了些安胎的草药，味道可能淡了些。谢谢你，安行。你想说什么？是不是吃不下？你等我一下。你尝尝这个，酸甜的，能开胃。山里怀了崽的母鹿都爱找这个吃。好多了，安行，你怎么懂这么多？我常跟山里的牲畜打交道，跟一个老兽医学过几手。牲口怀孕了都要仔细护着，人更要。安行，谢谢你。若不是你，我可能真的活不下来了。嫂子别说这话，当年要不是你照顾我，我早就死在冬天了。你好好养着，孩子要紧，什么都别想，有我。回来了，今天顺利吗？嫂嫂，我听到些村里的闲话。他们怎么说？二哥，陆安平天天守在你以前住的院子门口，以为你只是回了娘家。婆母到处跟人说你就是闹脾气，过几天气消了就回来了。闹脾气？他们从未给过我闹脾气的资格。还有呢？大嫂，君富荣，他天天在村里哭，跟所有人说他孤儿寡母已经够可怜了，没想到你还是容不下他们，说你心狠。现在村里人都在说你的不是，颠倒黑白，明明是他们把你往死路上逼，现在反倒成了你的错。由他们说去吧。嫂嫂，从我离开那个家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他们说什么都与我无关了。嫂嫂，你这手艺真好，比镇上绣坊里的还好。安行，我不想一直白吃白喝，让你一个人辛苦。这方帕子你下次下山帮我拿去镇上的布坊问问，看能不能卖掉，换些米香油盐回来。这怎么行？我照顾你是应该的。我想靠自己，我们不能总躲在山里，以后孩子出生，用钱的地方还多着，这也是个营生。嫂嫂，你的绣帕一拿出来就被布郎老板看中了，给了50文钱。老板还说以后有多少他要多少。不靠夫家，不靠男人，我自己也能活下去。接下来几天，安行开始教我在山中生存所需要的基本本领。你看，这种蘑菇颜色越是鲜艳，毒性越大，不能吃。旁边这种灰扑扑的，
才是能果腹的。把石头这么垒起来，留个小口，水流会把鱼带进去，它们就出不来了。拿着防身，万一我不在，你也能照顾好自己和孩子。我不敢。如果遇到野兽，朝着它的眼睛或者脖子这些脆弱的地方下手，不要害怕。嫂嫂，村里出事了。什么事？二哥去你娘家找你，发现你根本没回去，就跟疯了一样到处找。前几天有人说在东山崖底看到一块和你当日离家时穿的一模一样的衣裙碎片，所以现在村里人都传你坠崖死了。二哥听到消息后，当场就吐了血，一病不起。娘也吓坏了，整日以泪洗面，再也不敢提平妻的事。与我无关。从他们逼我的那天起，陆家二嫂江清河就已经死了，这样正好，省得他们再来烦我。陆先生这病是心火，哎，真是可惜了你家娘子。若她还活着，眼瞅着这2个月过去，也该显怀见度了。显怀？你说谁显怀？就是你家清河呢，她出事前来找过我。你都2个月身孕了，你就不知道？怀孕了？她怀了我的骨肉！是我逼死了他，是我亲手杀了我的孩子。我真是老糊涂啊！那衣服他是给他自己孩子做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安平，清河那是存了死志啊，他连孩子的衣裳都缝好了。不，娘，清河没死。他若真想死，又何必费心给孩子准备衣服？他那么爱孩子，怎么舍得？他这是在跟我赌气，他只是躲起来了，想让我后悔。娘，你放心，天涯海角，我也会把他和我们的孩子找回来。他生是我陆家的人，死是我陆家的鬼，他逃不掉的。安平，你清醒点儿！清河要是活着，怎么可能不回娘家？他恨咱们，我理解，可他也恨自己爹娘吗？他爹娘又没委屈他，他连自己亲爹娘都不见，那只能说明那是他藏得深。我这就去江家守着，他总会回去的。老婆子，好利索点吧，咱们清河活得好好的呢。清河呢？清河江家了吗？他是躲到这儿来的，对不对？这就是陆家那个逼死媳妇儿的，真是造孽！爹娘，你们开门，把清河交出来！我知道他在里面。你还有脸来？陆安平，清河被你逼得跳了崖，现在生死不明，你却来找我们要人。他没死，他舍不得孩子死。爹，你让我进去看一眼，就一眼。陆安平，再敢踏进江家村一步，老头子我就跟你拼命！清河，你最孝顺。若你活着，你爹娘绝不会放任你一个人在外面。只要我守在这里，你总会出现。陆安平，我女儿已经让你逼死了，你守着死人的门有什么用？他没死，他一定给你们传过信，是不是？你们把他藏哪儿了？真活着，也不会见你这种逼妻纳妾的畜生。滚！
没有信件，没有口信，连江家二老都放弃了。清河，你真的这么狠心吗？下山送货时，我顺便打听了，陆安平回去了。回去了好，从此山高水长，再不相干。二嫂，这些年我打猎攒下的钱都在这里了。这怎么行？这是你的血汗钱，我不能要。你的孩子就是我的亲人，养活你们是我的责任。上天保佑！恭喜老夫人是个仙金，母女平安。平安就好。安平，芙蓉生了，你倒是进去看一眼啊！看一眼，看这个沾着清河血迹出生的孩子吗？你这说的什么胡话？那是你大哥的血脉，如今也是你的女儿。我的孩子，我的亲骨肉，早就被咱们亲手逼落了悬崖。如果当初我不听你的，现在为我生儿育女的应该是清河。这孩子，我看一眼都觉得刺眼。安平，我看一眼都觉得刺眼。我争来斗去，机关算尽，终于成了他名正言顺的妻。可我赢了名分，却彻底输了这个人。下山送皮子，听村里人说，君芙蓉生了个女儿，陆家正摆酒呢。二哥一直没笑脸，整日守在你那院子里。他们的喜酒也好，悲哭也罢，早已跟我江清河没关系了。二嫂，你别怕，我以前给牛、给羊，甚至给山里的野猪都接过生，经验丰富，一定保你和孩子平安无事。你闭嘴！到底是我生还是你生？看把你紧张的！疼就抓着我，咬我也行，别伤害自己。你的胳膊，我不疼，我皮糙肉厚，我只是怕你疼。清河，你快看，他真好看，像你。一晃竟已4年了。我的脸好烫，安行他已经不是那个小男孩了。安行，你也不小了，等苗苗再大些，我们下了山，我帮你寻一门好亲事吧。清河，你说什么？我是说，你总要成家立业的，这是我的家，你和苗苗就是我的家人，你是要撵我走吗？
苗，娘只是想让你叔叔。就是爹爹，苗苗只要爹爹。苗苗乖，去那边玩你的木头鸟，我跟娘说几句话。这是我的家，你要撵我走，让我去哪儿？你已经22岁了，该成家了。我下山帮你寻个好姑娘。我不用你为我好，我这辈子只想守着你和苗苗。安行，你这又是何苦？从你当年给我做第一双鞋开始，我心里就再没过别人。你受委屈，我疼；你逃命，我赔。傻子，我哪里值得？值得。苗苗醒了，水温好了。爹爹，爸爸。陆安行手里从不逾矩，这小小的木屋竟成了我此生最安稳的去处。这几日你进山实在太勤了，天不亮就走，半夜才回来。山上的露水重，你这身衣服总也不见干。苗苗已经3岁了，她不能一辈子困在深山里当野孩子，她得下山识字，得见见外面的世面。下山谈何容易，我在那边已经是死人了。这里面是50两，我已经托人在办新的户贴了。镇上的宅子，我也托猎户老李去打听了。你什么时候筹谋了这些？从带你进山的第一天起，我就在等这一天。清河，我一定会给你和苗苗一个堂堂正正的家。快了，就快够了。要把这些都做成衣物，大氅、袄子什么都可以。你看着做，我帮忙。你竟然有这么多皮子！户帖。柳青河，陆苗苗。户籍3年一造，正好赶上了，给你和苗苗各造一个。为什么我会姓柳？江清河是我二嫂，柳青河是因为战乱逃荒到江村，被江母收为义女。义女，我娘还是我娘，随了她的姓。可我和陆平安彻底没关系了。那苗苗为何姓陆？我救过一个当兵的，是个官儿，他买这些皮子送给媳妇儿，那是他给的银子。我在县里看中了一处宅子，你和苗苗先住过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住过去？他又为何姓陆？赶紧做衣服吧，那官爷半个月后就要。柳青河这个名字意味着新生，苗苗终于可以下山，过正常人的日子了。好手艺，这虎皮大氅，我夫人定会喜欢。多谢将军。安行，我们要有新家了。新家。喜欢吗？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喜欢，太喜欢了。这些钱你先拿着家用。院子我已经买下了，地契也改了你的名字。我的名字？
这怎么行？这是你的家，但是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去办。什么事？你要回村里？有些事必须有个了断，我们才能真正开始新日子。放心，我只是回去告诉他们，我自请从陆家出族，从此与他们再无瓜葛。等我办完回来，永远陪着你和苗苗。娘，我要娶媳妇儿，给我银子。娶媳妇儿？你大哥刚走，留下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你二哥还要读书考状元，全家上下几口人的脚头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你这时候要娶媳妇儿，你是不想让这个家活了？我9岁跟着老兽医学本事，风里来雨里去，被猪拱过，被马踢过，打猎换来的每1文钱都交给了你。12年了，我养活了全家，还清了生养恩。现在我要娶妻，我要分家。安行啊，你怎能这样跟娘算账？娘怀你10月，鬼门关走了一遭。娘不是不让你娶，是家里难。你二哥、你大嫂那几个孩子没有你该怎么办啊？大哥有抚恤金，大嫂有手有脚，二哥更是个读书人，难道他们是废人吗？你大嫂哪儿干过活？你二哥那是拿笔的手。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自私？全家就你有力气，你就吃点亏能怎么的？老天爷啊，看看我这亲娘啊！我9岁被野畜生撵得满山跑，她不心疼。我22了不准娶亲，要我一辈子给哥嫂当牛马。这林老太心偏到嘎了窝了，逼死一个儿媳妇不够，还要累死老三。都是我无能，连累了安行。芙蓉，这关你什么事？那是清河命薄，是安行不孝。二哥，你养得活你自己吗？你养得活君芙蓉吗？我有地，有抚恤金，那地是我种的，抚恤金是大哥用命换的，哪样与你陆安偏有关？你就是想啃亲娘，啃亲弟一辈子。陆安行，你到底要干什么？非要逼死全家吗？我要分家，我要和二哥大嫂彻底分家。你敢！你只要敢分家，我就把你从族谱里除名。你就是个没根的孤魂野鬼！我再问你一遍，你还分不分？谢母亲放生。各位邻居，你们倒是劝劝安行呢，这分家断亲可是要遭雷劈的呀！村长，烦请您给做个见证，以后我娘跟着我住，我养。若是她执意跟着二哥大嫂，我分文不出。那到底是你的亲娘，这话说出去，村里人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你。我9岁上山，欠她的早还清了。若她谁都不跟，那这养老的担子，1个月我挑15天，绝不推诿。行，这规矩立得明白，以仁至义尽，即便闹到衙门，你也没毛病。安行，这户图一盖印，你和陆家那头可就真断干净了。断了干净，才好做人。你可想好了？成。安行，这户帖你拿稳了。从今往后，你是你，陆家是陆家。麻烦村长了。陆安行，你这个没良心的畜生！安平读书那么辛苦，芙蓉身子又娇弱，离了你，他们可怎么活呀？你这是要逼死你亲哥哥！我不跟你，我得守着我的状元儿子，我跟着二房过。您听见了，是他选的。既然他要二哥，那我也成全他的母子情深。
爹爹不哭，苗苗疼你，苗苗以后乖乖的。安行，安行，办妥了就别再想了。从今往后，咱们一家3口再也不分开了。爹爹吃，爹爹打猎辛苦了。我们苗苗真乖，慢点吃，锅里还有呢。开门！朝廷紧急征兵，北疆战士吃夜，每户出丁1人。明日卯时到县衙集合，不得有误。别怕，我去看看。怎么了？征兵文书下来了，陆家也要出1个人。我虽被逐出宗族，但在官府的户籍文书还没办讨，名次上我还是陆家3子。我若不去，就得二哥去。我很清楚陆天平那文弱书生性子，他上了战场必死无疑。我都知道，只是我们才刚安稳下来。清河，我娘虽然不辞，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二哥去送死，而且我也想为苗苗挣个前程。如今我们是猎户和绣娘，门户太低，我怕将来委屈了苗苗。我若从军，哪怕只是个小官，苗苗的身份也能高贵些。你和苗苗等我，我一定回来。爹爹，你要去哪里呀？爹爹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给咱们苗苗挣嫁妆。那爹爹要早点回来。好。安行这傻子，把命给了战场，家底都留给了我，有银票也不能坐吃山空，还得有个正经营役。小哥，请问你们掌柜的在吗？我想问问这里收不收绣活？掌柜的在里头算账，你等等吧。哎呦，这小姑娘长得真俊。小娘子，你这孩子的衣裳是哪儿买的？这样式可真别致，我在县里逛遍了也没见过。夫人过奖了，这不是买的，是我自己给孩子做的。这衣服能不能给我也做一件？这位娘子，这童装真是你自己做的？是，我还做了一些荷包手帕，想问问贵店收不收？活儿不错，不过比起这些，我倒是对你给孩子做的衣裳更感兴趣。可还有别的成品？刚开始做就只有他身上这一件。这样吧，娘子，我有个提议。如今城里富户多，都舍得给孩子花钱，但这童装的样式来来去去就那么几种，早就看腻了。我看你手艺好，心思又巧，不如我们合作。合作？没错，我在我这店里给你辟一块地方，用我店里最好的料子，你专门设计缝制童装，卖出去的钱你我5/5分成，如何？老板，您此话当真？我庄某人做生意一言九鼎，我看中的不只是你的手艺，更是你这能把衣服做出魂来的巧思。娘，魂是什么呀？可以吃吗？好，老板，我做。清河，真的是你，清河，你没有死，你怎么会在这里？这位公子，你认错人了。认错？怎么可能？你就是我的妻子江清河。清河，妹妹。哎，陆先生，这是我们店的柳娘子，外地逃荒来的，你认错人了。可是这孩子长得简直和你一模一样。清河，这是咱们的女儿对不对？乖女儿，告诉爹爹，你几岁了？我女儿应该3岁。认错了吧？我4岁了。4岁，4年前你离开的时候，我有爹，我爹叫陆安行。安行的孩子4岁，这不可能。陆先生妨碍我做衣服了，能请他出去吗？陆公子，你看柳娘子看你的眼神和看路人有什么区别？若真是你亡妻，怎会毫无动容？这世间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陆公子莫要再纠缠了。不，
清河，你定是掉下悬崖伤了头，把我忘了。你等着，我这就把我娘请来，她总不会认错。是长得像，可二儿媳没你眼神这么亮，说话也没你这么畅快，还是不一样。娘，长相会变，针法变不了。清河的针法是你手把手教的，你看这个，你看这鳞里，你看这走线。清河的针法没这么复杂，这鳞里他绣不出这种活灵活现的气势，这针脚比他高明得多。走吧，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还要闹到什么时候？陆安平，你以为找到我就能弥补？有些错，这辈子都没机会回头。谁？大半夜的有什么事？清河，是我。先进来吧。陆老太太，对不住，这儿不方便。您若要订衣裳，明儿去铺子。这深更半夜的，不合规矩。清河，我知道是你，白天我就认出来了。你这眼神，还有你手底下的活儿，骗不了我。老太太，白天在铺子里，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我真的不是什么江清河。你怎么不是？那个针脚，普天之下只有我家清河会。虽然你现在弄得更复杂了，但我当了你6年婆母，我绝不会看错。那是老太太少见多怪，那针法是我娘教我的，我是她的义女。义女？什么义女？我娘的亲生女儿江清河早就坠崖身亡了，她老人家见我投缘，便收了我当女儿。老太太，您认的那个人早就成了一堆枯骨，您现在纠缠我一个外乡人，是想让死的人在地底下也不得安生吗？天要亮了，老太太请回。要是让人瞧见你半夜在这儿，怕是对陆安平的名声不好。若是找错了，我也认了。可若是你，清河，你真的好狠的心。躲了4年，还是被缠上了，我该怎么办？那家人就是个吃人的泥潭，陷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老太太，您吓到我女儿了。小姑娘，吓到你了。下次别这么看人，吓人。苗苗说他爹是陆安行。是。你说你不是江清河，那你是安行家里的吗？是。是陆家的就好。我是陆安行的亲娘，你应该叫我一声婆母。安行说他分家了。是分家了，不要他二哥了，可没说不要亲娘。婆母，多少年了，好想这一声，那是我孙女。是。苗苗，过来叫祖母。祖母是什么？是爹爹的娘。我爹也有娘啊！太好了，原来爹也有娘疼啊！苗苗，跟祖母回村里玩2天成不成？那儿有好多哥哥姐姐陪你玩。婆母，路途遥远，孩子还小。哥哥姐姐，真的有个姐姐陪苗苗玩吗？有些血脉，终究是断不干净。离开后，物是人非。这里再也不是我的家了。清河，被子刚晒过，你看这院子还跟当年一样。陆老太太费心了。苗苗，有什么不对吗？这张桌子是爹爹打的吧？爹爹说木钉头要做成田字，因为苗苗的名字里有田。苗苗，吃饭。弟妹累了吧？喝口糖水润润喉。这是我的小四，按说我都生了3个了，但是安平还是担心，天天怕我碰到摔到，什么都不叫我做。都这么晚了，姐姐就不打扰妹妹休息了。
是陆平安。苗苗，再住2天，多玩一玩。不行呀，祖母，庄老板每天给我10文钱呢，我得回去赚钱。娘，清河运气好，弟不在，还有人替他照顾，让安平送一下你们吧。我跟安行学过猎虎，伤一2个男人还是不在话下的，不必送了。北境急报，月前出征的第5营于落凤坡遭遇北敌蛮子埋伏，将士们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全营将士3620人无一生还。第5营，那正是安行去的地方。娘，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娘，你是不是想爹爹了？苗苗也想爹爹了。苗苗不怕，娘在。安行，我会把苗苗养大，我也会好好活着。我是她的娘，是她的天，天不能塌。这就是那家连折了2个儿子的陆家，可不是嘛？老太太差点就跟着去了，全指着这当文书的2儿子活命呢。县太爷也是看他家惨，又是将士遗属，又是秀才，才特招了去，还赏了这宅子。娘，我这一胎怀得稳，劳军说定是个大胖小子，日后给安平撑门面。娘，疼，肚子好疼！稳婆，快去请稳婆！没气儿了，孩子太大了，憋得太久，生下来就是死的。大人虽保住了，可产程太久，底子已经彻底败了。夫人往后绝无再怀胎的可能。陆家造了什么孽呀？安平，咱们找最好的大夫调理，芙蓉还年轻，一定还有希望的，对不对？不用了。飞起来了！娘快看，它转得好快呀！我的孩子没了，可这儿还有一个，这一定是我的亲骨肉。弟妹，不，柳姑娘，有事吗？陆安平他最近魔怔了，老太太也是，他们觉得安行不在了，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日子不容易。现在老太太一心就想让陆安平娶你当平妻，她说这样苗苗就能记在陆安平的名下，名正言顺的做陆家的孙女，将来也能有个体面的出身，不受人欺负。所以，你今天就是来替他们当说客的。我也是没有办法，陆安平他现在根本不理我，我要是不听老太太的，他们会把我赶出去的。清河，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也为了苗。可怜你？谁又来可怜我？我丈夫尸骨未寒，你们就上门逼我改嫁，你们陆家的人还有没有一点良心？我也是为了苗苗好，跟着安平，她将来能嫁个好人家。你在这做针线活能有什么出息？再说了，安平心里一直有你。滚！回去告诉陆安平和那个老钱婆，我柳清河生是陆安行的人，死是陆安行的鬼。从今日起，我与你们陆家一刀两断，恩断义绝。清河，你看，还是这里清静。外面的生意再好，也不过是抛头露面，辛苦劳累，何苦呢？你带这些人来做什么？这是我的家。你的家？江清河，你的家在陆家存的丈夫是我，你不过是一时糊涂，现在
游戏结束了。我叫柳清河，已经与你陆家没有瓜葛了，你马上带人离开。我已打点过县衙，以后锦绣布庄你别想再去了。没了安身立命的本钱，我看你怎么一个人生活？你只能回到我身边。我就是去街上要饭，也绝不会再跟你这种人有任何牵扯。我是哪种人？我是你男人。你说你是谁的妻子？放开我！你这个疯子！你不认？好，我今天就让你认。你是我的，死了也是我的。疯子，你真是个疯子！住手！夫人，草民去衙门给您送布料，正巧撞见陆安平带兵往这儿赶。若不是草民斗胆求您一步，柳娘子今日怕是要命丧黄泉了。夫人，这只是家事而已，不知夫人大驾光临。光天化日之下，调衙门官兵私闯民宅，这就是你的家事？陆文书，你好大的官威啊！你倒是急着替县令大人给这县城立新规矩了。去，告诉县令大人，本夫人在这儿等他的交代，问问他，他的手下是不是已经改姓陆了？连本夫人的朋友都敢动。刘娘子，别怕，夫人给你撑腰。这县城还没到陆平安一手遮天的时候。为人婆母要带头守规矩，一夫二妻需官府备案，更要两房同意。柳娘子既不愿意，你再强求，本官便要按律拿办了。大人，这都是为了我那苦命的儿子啊！老人家，凡事讲究个你情我愿，柳娘子不愿意，你们就不能强求。强扭的瓜不甜这个道理，你不懂吗？今日本官判你们母子向柳氏当众赔礼道歉，并且立下字据，永不再纠缠。柳娘子是我夫人看中的人，以后但凡她有半分差池，本官唯你们是问。清河，我知错了，以前的事，往后的事都是我不对，请你大人大量，饶过我们这一次。清河，是老太婆糊涂，以后再不敢打苗苗主意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陆安平，你们该求的不是我，是国法。谢大人主持公道，谢夫人救命之恩。清河，你当真狠得下心，半点旧情都不念了？旧情从你掐住我脖子的那一刻起，陆安平，你在我眼里就只是个疯子。娘，还疼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坏？为什么要这样掐着你？不疼了，有苗苗在，娘一点都不疼。苗苗，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待了。如果娘要带你走，去一个很远很远，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我们要重新安家，娘要更辛苦的做工。你愿意跟娘一起走吗？我愿意，只要跟着娘去哪儿都行。我讨厌这里，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坏二伯了。好，咱们离开这儿，明天一早咱们就走。柳娘子，你这是？庄老板，这些日子承蒙您多方照应，若非昨日您请来夫人救命，清河已是一具枯尸。那陆安平已被县太爷训斥，有夫人护着，他再不敢动你了。为何要走？只有千日当差，没有千日防贼的。这县城的一草一木都印着陆家的影子。清河住着心经，这是我这些年攒下的所有花巷子和独门针法，送给铺子，全当谢礼。这太贵重了。柳娘子，你带着孩子离了这儿怎么活呀？我有这双手，到哪儿都能给苗苗挣出一口热饭。庄老板，清河不想再做谁的附庸，只想去做一棵能遮风挡雨的树。庄老板，咱们有缘再见。柳娘子，若哪天在外面累了，锦绣布服的柜台永远给你留着。安行，你说过要回来给苗苗挣嫁妆。如果你回来找不着我们，就看这世间最红火的成衣铺子，那一定是我为你留的灯火。这一针要收得紧些，
凤凰的眼睛才会有神采。是掌柜。王大娘，一共2两3钱，给您抹个零头，2两2钱就好啦。柳老板，你家苗苗这算盘打的比账房先生都精。孩子胡闹，夫人莫见笑。柳娘子，你看谁回来了？清河，安行，真的是你。爹回来了！当年那一战，原本都以为没活路了，那一批兄弟全被抓了俘虏。我在战俘营里熬了3年，满脑子都是你和苗苗。上个月大军反攻，把俘虏全救了回来。清河，大哥安生也没死。大哥还活着？是，当年他也是被俘。如今我们都立了军功，跟着大将军凯旋。我一回县里就打听你，遇到了庄老板，他带我一路追到了这儿。爹爹，穿这个重不重？打坏蛋的时候，他能保护你吗？重，但爹爹一想到要回来见你，就不觉得重了。苗苗，你看，爹爹说过要回来给你挣一份全县城最大的嫁妆，爹爹没食言。哼，苗苗不要嫁妆，苗苗只要爹爹以后天天接我放学，再也不准去那个冷地方了。好，爹爹答应你，以后天天接你，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芙蓉，我回来了。你没死，你真的回来了！我是在做梦吗？回来了，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再也不走了。这些年辛苦你了。不辛苦，只要你回来，什么都不重要了。大哥，你能平安归来，真是老天开眼。二弟，这些日子辛苦你照看家里了。大哥，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安生，是我儿安生回来了吗？娘，我回来了。这场荒唐戏终于该收场了。姑娘，小心水深。都怪公子，我这刚要入药的换子蝶被你惊飞了。云深不才，愿倾尽府库陪姑娘百只药蝶。蝴蝶一寻，良医难觅。公子这身手，不如帮我把那悬崖上的草药采下来。请公子喝茶。谢伯母。秦云晨，太守府权倾边关，你为何偏偏盯着我陆家的女儿不放？伯父，云深在西边初见苗苗姑娘，便知她不是那等困于深闺的弱智仙仙，她食药里有侠气。云深倾慕的正是这独一无二的陆苗苗。我这女儿随我在山里长大，性子野。若是进了你那规矩森严的太守府，受了委屈怎么办？她想采药，我便陪她踏遍群山。若他想经营铺子，我便为他挡去所有非议。秦家规矩多，但我秦云深的心只为他一人而跳。太守府的补药确实不错。伯父，您这是？这茶凉了，苗苗，还不出来给你秦大哥换壶热的？刚才我真的以为伯父要将我赶出大门了。爹那是心疼我。谁让你提亲送的礼全是各地的名贵药材和古本书籍，偏是没有他喜欢的烈酒。因为那些是送给你的，我想让你往后的日子依旧能做你喜欢的自己。呆子。清河，你看他看苗苗的眼神，
像极了当年你看我的样子，是不是？是啊，咱们的苗苗真的长成大姑娘，找到属于她的良人了。安行，这些年风风雨雨，我总算明白了，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咱们这辈子的福气都是自己挣回来的。安平回来了，今天去柳县，见到他们了吗？见到了，如意府的铺子又扩大了。清河忙得脚不沾地，可脸上总是带着笑。他们一家三口在长街上走着，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如今你大哥有家有口，守着芙蓉过日子，你三弟也挣了功名，护着如意部，只有我亲手拆了你的家。到头来，连孙子孙女都与我不亲，见了我像见了生人一般躲着。安平，娘对不起你，是娘猪油蒙了心，非要让你娶那个平妻，弄得你成了这孤家寡人，连个知冷知热的身边人都没有。娘，别说了，这都是咱们亲手种下的果，如今这满屋子的冷清，咱们得受着。太奶奶好看，好看，我们重孙送的最好看。清河，清河，这辈子有你真好。我也是。